2016年6月，陕西省铜川市冯某某以及郝某某两人用弹弓打伤一只脚上带着脚环的猪环后，为嘴丢下猪环逃走。这只猪环随后因抢救无效死亡，而两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分别被判处了10年以及8年的有期徒刑。猪环究竟是何等重要的动物？为何打死猪环会判处如此漫长的徒刑？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猪环是一种十分漂亮的鸟，曾经在广大的东北亚地区都有分布。然而截止到现在，除了中国之外，日本、朝鲜、俄罗斯本土的猪环都灭绝了，而中国的猪环从1981年的7只逐渐增长到了现在的4000多只。那为什么中国的猪环数量会越来越多，而其他国家会完全灭绝？就算是把它视为皇室象征的日本也不例外。猪环是一种东北亚特有的鸟类，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猪环的外表种种美丽，体态优雅，在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古代的诗人写过大量赞美猪环的诗句，比如频频吸朱鹭，来vận春堂吸绿树。猪环是一种特别漂亮的鸟，头部是鲜红色的，全身长满了雪白的羽毛，部分区域有橘红色做点缀。猪环是一种大型鸟类，体长78至79厘米，体重达1.7至1.85公斤。猪环的食谱非常广泛，会捕食小型脊椎动物以及大部分无脊椎动物，特别喜欢吃鱼以及虾。但猪环并不是诸如老鹰、蛇雕一样的猛禽，不会捕食蛇类，反而会成为蛇类攻击的目标。为了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猪环，工作人员甚至要在猪环吻上机器的树干上绑上塑料布，防止蛇类爬上树偷袭睡觉的猪环。和大部分鸟类一样，猪环在繁殖后代之前会做好充分的准备。比较有趣的是，猪环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猪环有在冬天迁徙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地区越冬的习惯。成年的雄鸟以及雌鸟会在来年北归的途中离开族群，这时候猪环会用自己的鸟嘴啄取脖子中的分泌物，然后把它涂在羽毛上。这种物质是一种黑色的颗粒，可以遮盖住橘红色的部分。对于猪环来说，这是一种伪装，因为它们要保护产卵期的配偶以及未诞生的孩子。猪环的产卵期一般在3至5月份，为了安全，它们会把巢筑在高耸的大树上，这样就很少有动物来偷吃它们的孩子了。猪环选择筑巢的树十分有讲究，一般是杨树、松树以及栗树。猪环的巢结构简单而又实用，外部由枯枝构成，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以及保暖，内部会用柔软的苔藓以及嫩草铺成床垫。猪环一次可以产出2至5颗卵，平均可以产出3颗卵。它的孵化期十分的漫长，从4月份开始孵化，长达28至30天，人工繁殖的稍微快一些，差不多需要25天。在此期间，雌雄双方猪环会小心地看护自己的孩子，连离开巢穴外出捕食也会用东西盖住鸟巢。幼鸟会在5月份的时候成功孵化，这个时候的幼鸟十分虚弱，没有飞行能力，也没有捕食能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雌雄猪环会定期飞回巢穴给自己的幼鸟喂食。因为幼鸟消化不了生食，成年猪环会把消化到一半的食物从嘴巴里吐出来给幼鸟喂食。然而，猪环的幼鸟并不懂得爱护自己的同类，饥饿的幼鸟为了多吃一口食物，能做出许多人类难以想象的事情。它们会攻击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会把最虚弱的幼鸟从数米的高空推下，很多瘦小而又虚弱的个体因此夭折。不过，猪环幼鸟的夭折率在人类合理干预下成功降到了最低。猪环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其实它曾经广泛分布在东北亚，除了中国外，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地区、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岛也曾经有野生的猪环，但后来都因为人类活动的关系而消亡了。俄罗斯以及朝鲜的猪环在20世纪50年代后都逐渐灭绝了，只有日本在1981年发现了硕果仅存的5只野生猪环。日本是猪环分布的国家中，除了中国第2喜欢猪环的国家。日本人究竟有多喜欢猪环呢？学过外文的日本知识分子把猪环的拉丁名字命名为尼泡尼尼泡恩，意为日本人的日本。日本曾经的直接统治者日本皇室的象征就是猪环，不仅日本的统治者喜欢猪环，老百姓也喜欢猪环，甚至有人还打算让猪环成为日本的国鸟。不过这个风头被绿雉抢了。对于这硕果仅存的5只猪环，日本人自然是非常重视的，把它们全部送进了动物园，
想通过人工监管的方式保护朱鹮，对于热爱自由的朱鹮却是一种伤害。截止到1995年的时候，只剩下了名字叫金的朱鹮，其余4只都在养殖过程中被养死了。而这只名叫金的朱鹮也于2003年10月10日死在了动物园中。金的离世意味着日本本土的朱鹮完全灭绝了。本土的朱鹮灭绝了，要想恢复朱鹮的数量，只能从朱鹮保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的中国借了。日本人对朱鹮问题十分关心，中日建交后就立刻向仍有朱鹮的中国提出了共同保护朱鹮的建议。那中国的朱鹮保护的怎么样了呢？虽然中国的朱鹮于20世纪50年代后因为人类活动以及砍伐森林数量大幅减少，人们甚至以为它们已经消失了。但是1978年，一些仍不放弃希望的鸟类学家们继续寻找着朱鹮的踪迹。这些人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英增为代表。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1981年的时候，在陕西省八里关乡大甸村姚家沟的山林中发现了7只朱鹮，其中4只是成体朱鹮，3只是幼体朱鹮。值得高兴的是，这7只朱鹮都是健康的个体，而且有生育能力。为了保护硕果仅存的7只朱鹮，参与考察的生物学家们并不赞同把朱鹮运到动物园，打算就地保护。虽然生物学家们因此得吃苦受累，但是却可以更好地了解朱鹮的生物习性，为以后的保护工作打下结实的基础。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本来只有7只的朱鹮大大扩充了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而中国的朱鹮保护工作也在他们的帮助下越来越专业化。1993年，越来越多的朱鹮保护基地开始在陕西以及北京落户。截止到2003年，共建立了13个朱鹮自然保护区。朱鹮保护区不仅在陕西以及北京落户，浙江也于2008年在德清县开始在野外放养引入的朱鹮。朱鹮数量是恢复了，但是要防止有不法分子打他们的主意。为此，国家在1989年的时候把朱鹮认定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多方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朱鹮数量取得喜人的增长，由最开始的7只，在2020年到达了惊人的4000只以上，算是国外培育的足足有700多只。目前这个数字仍然在稳定增长。而中国在帮助国内朱鹮数量恢复的时候，也不忘帮助其他一些需要帮助的国家。日本是最需要朱鹮的国家，早在1981年的时候，中日就对保护朱鹮的项目进行合作，并于1985年从中国借了3只朱鹮，用于和本土朱鹮配种。虽然配种失败了，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以及保护野生动物的决心，还是让日方人员十分感动。进入21世纪后，诸如大熊猫这样的珍稀野生动物不会再无偿捐赠，但我国还是愿意帮助日本恢复朱鹮的种群数量，并于2007年借出2只朱鹮用于配种，同时也收回了日方回馈的13只朱鹮。虽然我国的朱鹮数量是恢复了，但是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目前仍有不少动物仍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为了保护珍稀的自然资源，同时也为了保护人类自己，请不要捕杀食用任何野生动物。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消失了36年，在2013年被正式宣布灭绝的动物台湾云豹再次现身，它真的可以重归人类视线吗？大家好，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台湾云豹又名乌云豹、荷叶豹、龟纹豹，属于台湾特有的亚种猫科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到2500公尺的茂密丛林以及沼泽地区。台湾云豹全身淡灰褐色，身上的花纹非常明显，头部和四肢有黑色斑点和条纹，四肢处的斑点从上往下逐渐缩小。每只云豹的斑点也各不相同，身体两侧约有6个云状暗色斑纹，非常漂亮。这也是它被叫云豹的原因。除了独具特色的花纹，它的身形也比一般豹子小一些。我们熟悉的金钱豹体长一般在1到1.5米之间，体重在50到100千克之间，而台湾云豹的身体最长不超过1米，最短只有0.5米。
但是尾巴却很长，最短的也有 0.5 米，长一些的甚至可以达到 0.9 米，几乎与身体一样长。除此之外，它们的重量也只有16到23千克。不过可别小看这又短又轻的家伙，它却有着许多的江湖称号，让人听了直呼大哥。下面熊探长将通过它的称号来分析它的特征，各位别忘了评论、点赞、收藏3连。除了这看似弱小的身形，台湾云豹的头部线条也非常柔和，眼睛炯炯有神，嘴角向两边伸出长长的胡须，尾巴很蓬松。看到它的第一眼，你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温驯可爱的大猫，但是一旦当它露出嘴里的尖牙利齿，捕食者的原型就露出来了。它的牙齿与众不同，犬齿长度与体型大小的比例在猫科动物中排名第一。牙齿不仅锋利无比，而且两侧有2道明显的血槽，这与在史前就已经灭绝的剑齿虎相似，因此台湾云豹又有小剑齿虎之称。你说大哥不大哥？与真正的剑齿虎不同，我们的大哥小剑齿虎属于夜行性树栖动物，白天躲在树上睡觉，或隐身于枝叶间，夜晚才出来活动觅食。作为豹类中的奇葩，它擅长爬树，很少在地面行走，身上的云纹和斑点形成了天然的伪装色，使它与树干融为一体。无论是树下经过的走兽，还是树上掠过的飞鸟，甚至是经验丰富的猎人，都很难发现它。除此之外，它的身体结构让它能在树上来去自如。粗短而矫健的四肢使得重心降低，便于保持平衡。粗大的脚掌加上利爪，让它在树木间跳跃时牢牢稳住身体。又粗又长，几乎与身体一样长的尾巴，则是攀爬时重要的平衡工具。头朝下从树上爬下来，在水平树枝上倒挂行走，只用后腿助力枝头，这杂耍般的动作，对于我们的大哥来说，也都是小 case。因此，在树上活动的台湾云豹，不仅在跟踪猎物时能很好的隐藏自己，还能有效避开天敌的袭击，所以它还有一个霸气的名字——丛林杀手。过去一些土著居民都以能猎杀云豹作为部落英雄的荣耀，如此看似无敌的大哥物种，却在36年前就已经消失，8年前被宣布灭绝，这究竟是为什么？首先，人们尚未直接发现台湾云豹群居或具有社会性的证据，它们很可能是一种独居动物，不利于规模繁衍。此外，雌云豹多在冬春发情，孕期大约3个月，在夏季产崽，幼豹出生12天左右才能睁开眼睛，在此之前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跟随母亲10个月后才开始独立生活，这导致幼豹安全长大的概率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台湾云豹族群的数量。在1940年以前尚有几千只左右，但随着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犬齿被收藏家们高度认可，像云朵一样美丽的皮毛被消费者喜爱，骨骼的价值则被中医认可。综合这几点原因，人们疯狂捕杀台湾云豹。到了60年代后期，有专家统计，野生台湾云豹不足10只。1972年，最后一个台湾云豹倒在了不法分子黑洞洞的枪口下，从此台湾云豹永远离开了我们。目前台湾唯一能见到的台湾云豹是收藏于国立台湾博物馆内的一只标本。然而近期台湾台东县一部落巡守人员声称看到了台湾云豹扑向山崖猎捕山羊的景象，近几十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早在2013年就被宣布灭绝的台湾云豹竟突然复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专家则解释说，消失36年还不能称为灭绝，只能够说是一种伪灭绝。在国际上还有一种定义，称之为拉萨路物种，简单来说就是可能已经灭绝，但也许只是没有被人类发现而已。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人类误会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照片和视频资料的证实，以及研究人员没有在附近发现台湾云豹活动遗留的确凿证据，所以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还需要精确的科学调查。不过熊探长真的希望台湾云豹就是一种拉萨路物种，所谓的灭绝就是人类闹的一场误会罢了。但是即使没有灭绝，这屈指可数的数量以及人工繁育领域尚未攻克的难题，都难以保证台湾云豹物种的延续。灭绝或许只是迟早的事。即使是如此远离人类的物种，也难逃人类魔爪。熊探长很惭愧，自己能做的太有限了，没办法阻止此时可能就瞄准了一个稀有动物的猎枪。但熊探长相信，改变不在于一朝一夕，而在于长年累月的积累。这也是熊探长做动物科普的初心，对动物多点了解，多点认识，真正行动起来保护动物。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动物，想和熊探长一起保护动物，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转发将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动物保护。咱们下个视频解密河马与鳄鱼谁才是大哥。近50年，北美鸟类减少30%，全球野生动物减少2/3。曾存活过的10亿到40亿种动植物和菌类，现在仅存2000万种。面对这一组数据，我们再也无法逃避。一些著名科学家已经发出警告，地球上已进入了第6次生物大灭绝。而且，它最终将危及人类自身，这并非危言耸听。在《保护科学前沿》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中，研究人员引用150多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当前人类已处于第6次物种大灭绝的道路上。大家好，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灭绝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同层次的生物灭绝事件发生过无数次，但波及全球的生物大灭绝史上只发生过5次。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学术界称作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发生在4.4亿年前，冰川时期卷土重来，全球气候变冷，这次持续了200年的大灭绝几乎抹杀了一切。85%的物种消失殆尽。第二次大灭绝发生在3.75亿年前，碗泥盆式生物大灭绝。同样，由于冰川的回归，灭绝的科占当时科总数的30%。海洋生物尤其遭到重创，80%到90%的海洋物种灭绝，整个过程持续了近2000万年。当时的深海珊瑚部分灭绝，浅海珊瑚则几乎全部灭绝，竹节石更是彻底灭绝，浮游植物的灭绝率也达到90%以上。第3次大灭绝发生在距今2.52亿年前，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导火线是西伯利亚全境火山的爆发，这是地球古生物史上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总共约57%的科，83%的属，大约96%的海洋生物的种和约70%的陆地生物灭绝，生态礁生态系统全面崩溃。二叠纪最有代表性的四足类陆生脊椎动物中，63%的科迅速灭绝。第4次大灭绝发生在距今2.08亿年前，是大陆裂开或岩石坠落引起的3叠纪晚期生物大灭绝。虽然该次大灭绝造成的影响相对较轻微，是5次大灭绝中最弱的，历时才不到1万年，但也有1/3的科灭绝，时间急速推进。对于第5次大灭绝，我们则相对熟悉了一些。白垩纪末生物大灭绝发生在距今6650万年前，它标志着中生代的结束。26%左右的科，超过半数的属，75%左右的种消失。称霸一时的恐龙，也正是在这次灭绝中，永远的成为了过去式。每次全球性的生物灭绝事件后，既伴随着消亡，也伴随着物种的复苏和新生。第5次生物大灭绝后，一些小型的陆生动物，如哺乳动物，从灰烬中勉强熬过来，在极端酷热下，体型先是变小，然后一路变大。陆生脊椎动物再次回归大繁荣。然而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从1600年到1800年，地球上的鸟类和兽类物种灭绝了25种。从1800年到1950年，则灭绝了78种。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冰岛大海雀、北美旅鸽、南非斑驴、澳洲袋狼、直立猕猴、高鼻羚羊、普氏野马以及渡渡鸟等物种都已经不复存在。2020年9月20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2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报告显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平均下降了1半。全球鱼类、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平均下降了68%。而如果地球人口减少60%，相当于把美洲、非洲、欧洲、中国和大洋洲的人都清空。报告中那一条不断下降的地球生命力指数曲线，在冷冰冰地告诉着我们，地球这个孤独的星球正面临着灾难般的未来。仅在2020年，就有65种北美植物、22种蛙类、15%的满类、17种菲律宾、棉兰老岛、拉诺湖的淡水鱼被列入灭绝物种或极度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单中。光滑手鱼也被列入名单。手鱼是一种不寻常的物种，它的前翅看起来很像人类的手臂，可以用来在海底行走。而这种灭绝的光滑手鱼生活在塔斯马尼亚海岸附近。1802年，它第一次被科学家发现。那时它在当地还是丰富程度很高的常见鱼类。然而在经历了海底捕捞、污染、栖息地破坏等威胁后，
它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尽管当地的渔业在50多年前就已经停产，但依旧没能缓解光滑手鱼的生存危机，其他种类的手鱼也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这是2020年为数不多受到媒体关注的灭绝物种之一，而更多的则是无声无息的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最后一次于2001年在墨西哥瓦哈卡被发现，今年终于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里美龙舌兰，最后一次出现在1929年的塞纳盖勒谢氏硬草，只在1939年成功采集到过一次的古巴棕榈树星状王棕。自1851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爪哇岛大型鱼大眼凯甲弓背鱼，第二次出现在红色名单上的真沙鼠失落鲨等等。与前5次生物大灭绝相比，在第6次大灭绝中，自然现象的原因退居后位，人类成了一个又一个物种灭绝的导火线。首先是气候变化，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到2019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5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等情况不断出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仅这一系列的气候因素就能够让超过20%的野生动物在21世纪末面临灭绝风险。南极企鹅就是最明显的例证。2020年2月份，南极的气温历史性的突破了20摄氏度。50年前，南极企鹅种群数量尚有10万对，而如今不足5万对，约60%的南极企鹅随着南极气候变暖与冰川一起消失了。其次是土地、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土地资源的占用直接导致物种栖息地的减少，使很多动植物无家可归。如今地球上85%的湿地消失，大量的原始生态系统转化为农业系统，过度的海洋捕捞使得海洋资源日渐枯竭。报告指出，因农业生产而砍伐森林是导致野生动物种群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捕猎对物种灭绝而言是狙击枪，那么森林砍伐就是大炮。再次是食物浪费，当前全球范围内人类浪费的粮食中有超过30%丢失于运输中，每年损失的数字约为14亿吨，而生产这么多被浪费的粮食所需的温室气体占到了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是每年全球航空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倍还多。很多人也许诧异，食物的浪费会对自然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事实上，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肉类生产。比如反刍动物牛羊在消化过程中产生的甲烷以及放牧对耕地进而对生物栖息地的占用，食物浪费导致了无意义的资源浪费，进而导致了难以想象的物种灭绝。当前地球上动物的灭绝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比公元2000年前要快上1000倍左右。如果将正常生物灭绝的速度比作轻微的沙沙声，那么现在就无异于一声惊雷。有人也许疑惑，生物多样性有那么重要吗？生物多样性对于我们人类而言，真的如此不容忽视吗？首先，生物遗传多样性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大量的基因资源，正因此，我们的祖先才能从数百万年前的古猿慢慢演化成直立人，最终变成现在的我们。其次，生物多样性在大气成分、地球表面温度以及 pH 值等方面的调控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生物多样性还在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气、土地、土壤、水源、气候等等，这也都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2020年对人类而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公元纪年，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提醒。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突袭非洲的数亿只蝗虫，连续5个月的澳洲大火，当人类破坏了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时，其实也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支持系统。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与野生动物种群也是紧密相连的。一旦我们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最终的生态风险和严重后果也必将由人类自己承担。除了哭泣，我们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应该思考如何扭转局面。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如果你喜欢动物，想和熊探长一起保护动物，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加关注。你的关注将会是对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帮助。活泥鳅钓鱼也犯法。在四川省盐亭县的子江河畔，2名男子相约野钓，带上了一种很危险的钓饵——活泥鳅。正是因为这些活泥鳅，专家称他们在禁渔期使用法律禁止的灭绝性钓法，2人最后甚至要为此拘役几个月，罚款上万元。但这一报道一出，就让人觉得很困惑：泥鳅和蚯蚓都是活饵，怎么用泥鳅钓鱼就是灭绝性呢？用活泥鳅钓鱼能对生态造成多严重的危害，竟然要被判刑？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泥鳅是鲤形目鳅科泥鳅属的动物，身形细长，呈圆筒状，头、口、眼皆小，嘴角有须，体背部及两侧灰黑色，周身点缀黑斑点。
泥鳅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不仅肉质细嫩、滋味鲜美，还因其高蛋白、低脂肪、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青睐。然而，泥鳅的美味不仅仅刺激了人类的味蕾，水下的掠食性鱼类也对这一口垂涎欲滴。正如水中的生存法则一样，鱼类世界也有着生态链，而泥鳅似乎成了掠食性鱼类餐桌上的顶级佳肴。正因人们利用了掠食性鱼类的这种食性，活泥鳅钓鱼这种极具争议的垂钓方式也迅速崛起。2014年，川渝一带的一群人在一次泥鳅放生活动中，不经意地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当他们将泥鳅放生到河面上时，水下的肉食性鱼类，尤其是翘嘴，竟然蜂拥涌上水面，争相抢食这些泥鳅。这让人们开始思考，泥鳅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鱼饵，吸引肉食性鱼类前来咬钩。于是，他们将泥鳅与传统的钓鱼方式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垂钓方式——泥鳅钓。泥鳅钓迅速在部分钓鱼爱好者中传播开来。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与普通的鱼饵不同，泥鳅本来就受掠食性鱼类喜爱，它在水中的跳跃、扭动、翻滚，更是激发了掠食性鱼类的狩猎本能，使它们忍不住咬钩。这种方式通常需要大量泥鳅作为饵料，甚至有人使用数百斤泥鳅来打窝，吸引各类肉食性鱼儿前来觅食。有人会疑惑，泥鳅本身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不便宜，上百斤的泥鳅用来钓鱼能回本吗？答案是利益远远超过买泥鳅的成本，因为这些用泥鳅钓鱼的人可不只是钓一两条鱼娱乐放松一下。早在2017年8月到2018年1月，四川省的黑龙滩共发现了100余起泥鳅党事件，最多的一人钓了上百斤翘嘴鱼。事发后，共计18人被黑龙滩禁钓。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垂钓，而是一种疯狂的捕捞。活泥鳅其实是危险鱼饵。2022年10月7日，广西省盐滩预备工作站也是反电鱼联盟的志愿者接到一位钓友的紧急举报电话。这位钓友称，在最近的几天时间里，他连续观察到江水和盐滩水库那乙河段出现了一伙开船的泥鳅党。每天下午1点左右，这伙人就会汇聚在这片水域。他们每天用来打窝的泥鳅数量之多，高达上百斤，简直令人啧舌。这名钓友之所以决定举报，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规模的泥鳅捕捞可能对水域生态平衡构成威胁。那么，使用大量的活泥鳅钓鱼和普通垂钓有何差别？到底会对生态造成多大的威胁呢？与休闲垂钓不同，活泥鳅钓鱼往往是一种生产性的捕鱼方式。钓鱼者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大量捕获鱼类来牟利，这与保护水产资源和生态平衡的目标相悖。活泥鳅钓鱼之所以被称为灭绝性钓法，并不是说泥鳅会灭绝，而是指这种捕捞方式对一片水域内的生态环境和水产资源危害极大。大量使用活泥鳅钓鱼，可能导致某些掠食性鱼类的数量急剧减少，甚至绝户。长此以往，会对整个水域的生态系统产生长期不利影响。掠食性鱼类的存在增加了水体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它们与其他鱼类和生物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食物网。这些食物网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适应性至关重要。一旦掠食性鱼类大量死亡，那么这片水域的生态稳定也有可能随之崩坏。不仅如此，用活泥鳅钓鱼还会产生一些附加的负面影响。为了让泥鳅固定在水中的一个位置做窝，泥鳅党最开始会用白酒将它们泡醉，但慢慢的已经发展为使用药水或刺激性物质浸泡泥鳅，使其更加吸引肉食鱼。这不仅会污染水质，还会导致泥鳅死亡和腐烂，进一步恶化水质，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用活泥鳅钓鱼被判几个月拘役加上万元罚款，原因竟是这种钓鱼方式会破坏当地水域的水体生态系统。水体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由不同的生物组成，包括植物、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小型鱼类、中型鱼类和掠食性鱼类。每个级别的生物都在食用或被其他生物食用，形成复杂的食物网络。而掠食性鱼类通常是水体食物链的顶端，以其他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小型水生生物为食。它们通过捕食其他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来维持水体中各种生物种群的数量，有助于维持生态平衡，防止某些物种的过度繁殖，从而保持水体生态系统的健康。一些掠食性鱼类会选择食用底栖生物，如底泥中的昆虫、幼虫和藻类，从而帮助减少水体中的底泥沉积，这有助于维持水体的水质，减少富营养化和藻类过度生长的问题。同时，掠食性鱼类本身也是食物链中的关键一环，它们从较低级别的食物来源获取能量，然后将这些能量传递给更高级别的食物链成员，如大型掠食性鱼类、水禽和哺乳动物。
这种能量传递过程有助于维持整个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掠食性鱼类数量减少，一些小型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可能会大量增加，导致资源枯竭。失衡的水体生态系统可能导致水质下降，因为过多的底栖生物和浮游生物可能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因此，使用活泥鳅大量钓起一片水域内的掠食性鱼类，就可能导致生态链断裂，影响整个水域的生态平衡。正因如此，四川省盐亭县的2名钓友因在禁渔期和禁渔区使用国家禁止的捕捞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2人认罪认罚，主动承担民事责任，并向社会真诚悔过道歉，法院依法判处刘某拘役4个月，缓刑7个月，判处段某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2人连带赔偿渔业资源损失人民币11918.16元，用于购买鱼苗，修复梓江渔业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活饵钓鱼在一些农村地区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然而传统方式通常使用单钩垂钓，而不是像这个事件中所示的大规模打窝。这种传统方式可能与地方文化和资源管理有关，但它与数量庞大的泥鳅钓鱼方式在危害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尚且处在小钓怡情的范围内。因此，除了保护自然环境这个宏大的目标，也只有遵守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使用法律禁止的钓鱼方式，很有可能下午刚打窝，晚上警察就找到面前。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13.6万年前灭绝的洋鸡，过了3万年再次出现。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龟消失100多年后重新出现，国外这些灭绝后又突然出现的动物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是不是可以期待我们灭绝的华南虎、白鳍豚也能再次出现？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白喉洋鸡生活在非洲塞舌尔群岛的阿尔达布拉环礁，本身不会飞，与家养的洋鸡差不多大，身体为鲜艳的栗色，脖子那里有一片显眼的白色。地球上的第一批白喉洋鸡原本是会飞的，但岛礁上没有天敌，生活安逸，于是都进化成了走地鸡。大约13.6万年前，海平面上升淹没了岛礁，这一批白喉洋鸡全被淹死了，一只都没剩下。过了3万年左右，阿尔达布拉环礁重新浮出水面，白喉洋鸡再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古生物学家把13.6万年前的白喉洋鸡公骨和10万年前的白喉洋鸡腿骨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古老生物标本与如今的白喉洋鸡十分相似。后来研究表明，已经灭亡的白喉洋鸡不是突然出现，而是一批新的白喉洋鸡去到环礁上之后，因为生活环境相同，于是慢慢进化成灭绝前的样子。这是一种叫做迭代进化的过程，是来自同一祖先的血统在不同时间进行平行结构的进化。同样曾经灭绝过的费尔南迪纳象龟，重生方式就没那么复杂。2019年，科学家在费尔南迪纳岛上发现了一只雌性象龟，而这种象龟上一次出现是在1906年，已经消失了113年之久。不过在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这种象龟一直是极度濒危等级。作为长寿动物，在人类看不到的地方悄悄生活100年，应该很合理吧？与之相比，只消失50多年的巨水鸡，更加说明了灭绝一词的不严谨性。1000多年前，毛利人移民到了新西兰岛，开始大量捕杀这里的巨水鸡。1769年，上岛的欧洲人也参与了进来。1898年，巨水鸡被正式宣布灭绝。但是到了1948年，研究巨水鸡的动物学家杰弗罗伊·奥尔贝尔博士，在一处暴风雪肆虐的地方，再次发现了巨水鸡的身影。原来，这些巨水鸡为了躲避人类捕杀，全部迁移到新西兰南岛的莫西森山脉里，人类就以为它们都灭绝了。不过，现在巨水鸡仍然面临食物短缺、天敌太多等问题。2008年统计数量只有300只左右，仍有一只脚还踩在灭绝的门槛内。非洲有种鸟灭绝了3万年还能重生，那我们的华南虎、白鳍豚也能重生吗？华南虎最早是在厦门被发现的，因此它也被称为厦门虎，是我国独有的老虎亚种。华南虎体型小于东北虎，毛皮上的条纹既短又窄，体型修长，腹部较细。明末清初曾记载，四川有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穿屋于巅，于重楼而下，绝其人，必重伤且毙，及弃去，又不进食也。
曾经华南虎在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海拔3000米以下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浓密灌林中都有它们的身影。到了1940年，全国仍有4000只，但由于人虎冲突和老虎之前的原因，华南虎被大量捕杀。到了1944年，最后一只华南虎倒下后，它们就被认为野外灭绝了，现在只剩下人工圈养的。2007年，有人声称拍到华南虎的照片，还让所有人以为它们重现了，结果被证实是造假的。只希望它们跟巨水鸡一样，只是躲到了人类没有发现的地方。接下来要说的是有着长江女神之称的白鳍豚。白鳍豚别名白鳍豚，体长1.5到2.5米，体重230公斤左右，有着尖长的吻部和纺锤形的身体，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水域中，平时远离江岸活动，在黄昏和清晨时候游到岸边捕食淡水鱼类，食量很大，是长江中的顶级猎食者。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白鳍豚的数量持续下降，到了1990年，在洞庭湖、鄱阳湖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身影。2006年12月13日，白鳍豚被宣布可能灭绝。若是50年内再也找不到野外的活体白鳍豚，那将正式宣布它们灭绝。但愿这些长江女神就像其他灭绝后重现的动物一样，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没被人类发现。在台湾岛上生存了几千年的台湾云豹被人们亲手灭绝，还有可能死而复生吗？台湾云豹属于猫科云豹属的动物，可考的历史有3000多年。台湾省卑南遗址出土的3块人兽形玉石上就有台湾云豹的图腾。台湾云豹毛皮偏黄色，黑色斑纹既如片片云彩，又如满池荷叶，因此也被称为乌云豹、荷叶豹。漂亮的花纹是它们在林间捕猎时候的伪装，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捕猎，行动相当敏捷。但是在人类眼里，它们漂亮的皮毛可以做成高档大衣，骨头可以入药，牙齿可以收藏，于是台湾云豹遭遇了灭顶之灾。除了捕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树木遭到砍。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台州市仙居县有位姓张的外卖小哥送完餐后，在路边发现一只长相古怪的动物，它长得尖头尖脑，尾巴粗长，全身布满鳞甲，遇到人后竟然还团成了一个球。小哥原以为是黄鼠狼，结果在网上查证后发现，这居然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外卖小哥立马报警，后来在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照顾下，小家伙被顺利放生。新闻发布后，网友纷纷赞叹小哥的奇遇，因为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穿山甲。如今能亲眼见到穿山甲的人真的太少了，现在的穿山甲是比大熊猫还要珍惜的动物。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穿山甲是全球目前已知的唯一全身长有鳞甲的哺乳动物，体型狭长，四肢粗短，尾巴扁平粗长，足有5指，走路的姿势很是可爱。
后腿走路，两只前爪常常蜷起来揣在胸前，很像一只小恐龙。穿山甲不光姿势像恐龙，它同时也是非常古老的动物，早在50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比人类古老得多。不同穿山甲种类分布国家不同，全球一共仅存8个种类的穿山甲，分布在亚洲大陆、非洲大陆上，而我国仅有一种，名为中华穿山甲。穿山甲这名字让不少人都好奇，这种动物真的能穿山吗？虽然它们有一身坚硬的鳞甲，却无法做到穿山，只是十分擅长挖洞罢了。至于这种挖洞的能力，倒是与它们的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穿山甲习惯独自穴居，爪子虽然锋利，却不擅长捕食攻击，通常栖息于较为潮湿的环境中。这类环境土地松软潮湿，土质相对松软，挖洞更为方便。穿山甲会用前爪挖土，用后腿将挖出来的泥土推到身后，挖洞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穿山甲对自己的居住环境颇为讲究。夏季的下洞通常选址在凉爽、通风、地势较高的山坡上，不仅避暑，还能防止雨水淹毁洞穴。冬季的冬洞则会背风向阳，选址基本在蚁巢附近，方便冬季觅食。洞内结构也比夏洞复杂得多。为了御寒，它们会在洞深处尽头挖穴，还会铺垫细软杂草，看起来像一只布满鳞片的大老鼠，真实身份却是能让森林免受虫害的森林卫士。它们每天勤勤恳恳吃白蚁，遇上危险毫无还手之力，却在遇上了人类之后，被迫成为了比大熊猫还珍惜的牢底座传兽。穿山甲以虫类为食，最爱的食物是白蚁。白蚁对人类来说是破坏性极强的害虫。穿山甲眼睛小，视觉退化很严重，但嗅觉极佳，可以迅速发现蚁穴。它没有牙齿，不过舌头却极其细长灵敏，完全伸出能达到身体长度的1/3，上面布满了粘液。在找到蚁穴后，穿山甲会迅速用前爪挖开洞穴，用长舌头把白蚁粘到嘴里吃掉。据观察，在250亩的林地中，只要有1只成年穿山甲，就能成功防止白蚁成灾。而且穿山甲非常聪明，在进食时，一个蚁穴会保留1半左右的虫蚁，保证食物来源。穿山甲对野外生存环境的要求并不高，一身坚硬的鳞甲保护它在地球上生活了5000万年。每当遇敌时，穿山甲就会蜷缩成一个球，哪怕是猛兽的利齿也奈何不了它，甚至会因此割破舌头。但这没有攻击性的自保动作却便宜了人类，这一身保护它的铠甲却将穿山甲推至灭绝边缘。穿山甲习惯昼伏夜出，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尤其是遇上危险就会缩成一个球的习惯，让人类捕捉它们非常方便。尤其是雨后，人类追随着泥泞路上的脚印，便会找到穿山甲休息的洞穴。我国1989年出台法律，禁止野外猎捕穿山甲，但在那时，野外穿山甲的数量已经很少了。上世纪50、60年代是捕杀穿山甲最猖獗的时候，据当地村民说，那时每天都能看到有人捡2、3只回来。而到了80、90年代，野生穿山甲数量急剧下降，捕猎变得越来越困难。只会团成一个球的穿山甲，人类为何会如此大规模的捕杀呢？一是因为在上世纪末期，捕杀穿山甲是不犯法的，人人都可以抓，人人都可以卖。第二个原因则是穿山甲在市场上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极高，捕杀贩卖穿山甲可以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穿山甲胆小又不会攻击人类，想要抓它们去卖钱简直毫无难度。如今在黑市上，1斤穿山甲肉最高能卖到500美元，比象牙还要昂贵。虽然穿山甲已经是明令禁止不能食用的动物，但总有人为了一口不好吃的肉，明知违法依然愿意花大价钱购买穿山甲肉。穿山甲的甲片和人类的指甲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记载中，这些鳞片的药用价值极高，可以通经下乳、消肿排脓。古时候，不少哺乳期妇女都会购买穿山甲粉来治疗产后乳汁不足、乳房胀痛等病症。除此以外，至少在179种传统药方里都使用了穿山甲。俗话说是药3分毒，穿山甲可以入药，却不能治百病，服用过多可能还会引起别的不良作用。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其中《本草害例》就写明了穿山甲的鳞片咸寒有毒。然而受利益驱使，偷猎和贩卖穿山甲的人只会无限放大，甚至神化穿山甲的作用，以此提高自己的收益。到现如今，穿山甲甚至还出现在了文玩市场里，不少商家用穿山甲甲片做梳子售卖，甚至提出穿山甲辟邪招财的荒谬说法。前些年盗墓题材小说大火，摸金符一类文化符号十分盛行，就连穿山甲的爪子都被制成所谓的辟邪摸金符，以此作为噱头，重金出售。不少网友会问，既然穿山甲目前形势如此严峻，那为何不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建立人工繁殖穿山甲的基地呢？
国内的各种动物保护机构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针对这一点，国内外有很多生物学家的研究证实，穿山甲因为食性太过于特殊，想要人工繁殖的难度不小，现在依然还在摸索研究的阶段。而且穿山甲喜独居，只有发情期才会雌雄同居，交配后分开，每年一胎，繁殖数量也极少。国内很多动物救助机构中的穿山甲都是从非法交易中救下来的，而这些穿山甲即使被救下，大多数也都难以生存，因为非法交易的价格是以重量为准。为了提高价格，不少丧心病狂的卖家都会强行让穿山甲吃下玉米糊，甚至是石膏、水泥。被这样虐待的穿山甲，就算撑到被救助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都已受伤，基本活不了太久。即使成功救治，如何放生、何处放生，放生后如何保证不再被抓，又是一大难题。穿山甲的未来究竟是像大熊猫一样摆脱濒危命运，还是如同长江白鲟一样走向灭绝？也许就取决于多一个人对他们的关注。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以前学的人类进化过程竟然是错的。教科书上曾有一张人类进化的图，以前都认为按顺序是猿人先进化成直立人，直立人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智人，而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然而现在有网友发现这张图片竟然消失了。一些网友表示那张图是错的，它会让我们误解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说直立人根本不是智人的祖先，而是智人的食物。一直以为是进化图，结果是食谱关系，这到底是真是假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简单来说，人类进化史是指从最早的远古鱼类到现代人类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亿年左右，经历了多个阶段和分支。5亿年前的地球只有海洋里有各种各样的鱼类，其中有一种鱼很特别，它们的鳍像四肢一样有关节和骨头，可以在水里游泳，也可以在陆地上爬行。它们就是我们最早的祖先之一，叫做肉鳍鱼。后来肉鳍鱼适应了陆地生活，变成了两栖动物。它们的后代中有些逐渐失去了粘液和鳞片，变成了爬行动物。它们的皮肤上长出了羽毛或者鳞片，可以抵御干燥和寒冷。再后来，它们褪去羽毛，长出了毛发和乳腺，可以调节体温和哺育幼崽，成为了一种新的动物——哺乳动物。在6500万年前，地球迎来了一次大变迁，也许是因为小行星撞地球，又或者是因为地壳剧烈运动。总之，地球出现了大降温，恐龙在这时候灭绝了。这场意外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是个好消息，哺乳动物能调节体温和胎生后代的优势，让它们比恐龙更能适应这种环境。于是，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开始占据主角地位，开始快速演化和分化，出现了很多不同种类。其中一种哺乳动物叫做灵长类动物，它们有着灵活的手指和大脑，可以攀爬树木和使用工具。灵长类动物后来演化出猿类动物，它们有着更大的脑容量和更复杂的社会行为。猿人是生活在距今约200万到700万年前的一种原始灵长类动物，它们具有部分类似于现代猩猩，部分类似于现代人类的特征。猿人可以分为2大类，南方古猿和棒人属。南方古猿是生活在非洲的一些早期猿人，他们有着较小的体型和脑容量，但是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人类祖母的露西少女，她生活在大约320万年前的东非，身高只有1米多，是现在已知最早的人类祖先。曾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直立人，其实和我们不是同一种动物。大约200万到15万年前，一部分南方古猿开始了新的变化，他们身高体型变大，脑容量增多，学会了使用火和工具，并开始逐步离开非洲大陆，扩展到亚洲和欧洲。而这部分最早开始进化的南方古猿，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直立人。他们成为了南方古猿在进化中出现的第一个分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北京人和爪哇人。直立人的时代持续了100多万年，直到距今约20万年的时候，南方古猿的另一个分支智人出现了。他们有着灵长类中最大的脑容量和最高的智力，也有着最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同样从非洲向全球各地迁移。从时间线上看，智人与直立人大约有5万年左右的时间是同时存在的。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和更多化石的发现，科学家们发现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其实有着很多不同之处，甚至可以说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物种。首先，直立人和智人在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直立人虽然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但是他们的骨骼结构还是有着很多类似猿人的特征，
比如较低的前额、较大的眉骨、较小的下颌、较突出的下颚等。而智人则有着更圆润平坦的头骨、较小的眉骨、较大的下颌、较平缓的下颚等。这些差异表明，智人的脑容量更大，脑部结构更发达和复杂，能够进行更高级的思维和创造。其次，虽然直立人已经能够使用火和工具，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原始，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来获取食物，没有固定的居所和社会组织。但智人却能创造出更加先进和多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建造房屋和聚落，产生国家和文明。同时，通过对化石和现代人类基因进行分析，科学家们发现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非常大，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之间的基因差异。这意味着直立人和智人是已经分化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彼此之间甚至还有生殖隔离。科学家们还发现，智人的基因中有一些来自于其他从南方古猿演化来的古人类物种的基因，比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等。这表明智人在演化过程中曾经与其他古人类物种进行过杂交，而直立人则没有这样的证据。后来，智人逐渐取代了其他人属动物，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文明。最早出现的就是非洲裔和欧亚裔种族，然后渐渐成为了现在的我们。我们现代智人的祖先曾经吃光了另一种古人类。现在有新研究发现，曾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直立人很可能是智人的食物。目前的研究显示，自从智人从非洲大陆来到亚洲之后，生活在这里的直立人代表北京猿人，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曾和智人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然而，智人从大脑到身体素质都远超直立人，战败后的北京猿人大多被当成战利品被分食。近代考古学家对北京猿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他们的头骨有人为造成的伤痕，并且只剩下头部，躯干不翼而飞。不难想象，这颗头骨主人的躯体可能已经进了智人的肚子。不仅如此，在非洲和欧洲等地都曾发现过一些古人类的化石，这些化石上有着被切割、打破和煮熟的痕迹，表明它们曾经被当作食物处理过。而且这些化石与当时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动物骨骼的处理方式相同。科学家们推断，这些古人类很可能都是被智人杀死并食用的。在肯尼亚，科学家们发现了一块距今约145万年前的古人类胫骨化石。这块化石上有着明显的被石器切割的痕迹，这些划痕位于切除肌肉的最佳位置，表明它们是切割尸体作为食物而造成的。这块胫骨可能属于一种未知的古人类物种，而切割者可能就是智人或者其祖先。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古人类护食的情况，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一种是为了获取营养，古人类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劣的远古时期，他们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来维持身体和脑部的发育，而其他古人类就是一种很好的食物来源，大量的肉、脂肪和骨髓都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其次，其他古人类的体型和能力普遍不如智人，也没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因此和同时期的野兽相比，它们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猎物。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炫耀武力。远古智人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和危险频发的初级文明社会里，而其他古人类代表了敌人，战胜他们就能证明自己可以建立起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威望。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表达情感。那个时期，一方面是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是智人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文明和个体之间的复杂情感，但距离产生道德还很远。于是古人类死亡后，同类可能出于不舍和纪念，或者想要获得死者力量这样的朴素愿望，本着不浪费的原则，选择分食他的尸体。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是什么？是恐龙还是蓝鲸？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在目前地球上现存的动物中，蓝鲸无疑是体型最大的一种，甚至连恐龙都灭绝了，它们却依然可以在地球上逍遥自在。但其实人类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仍然不知道蓝鲸到底有多大，因为它们实在太大，人类很难用常规的方法去测量身长和体重。况且许多捕鲸人在捕获鲸鱼后根本也不会测重，就直接把它们切成肉块了。目前有可靠记录的数据显示，测量到最长的蓝鲸身长为33.6米，体重则达到了180吨。这样的体重相当于40头非洲大象加在一起的重量。
如果拿一个成年男性相比，则是2667个人重量的总和。再来看看蓝鲸的五脏六腑，蓝鲸的肝脏重达1吨，心脏也有0.5吨重，是所有已知生物中最大的。厚达60厘米的脏壁，外加30厘米粗的血管，相当于一辆小汽车。一个人类孩子都能在它的主动脉里来回爬行了。而它的肠子就更可怕了，拉长了足有200-300米，快赶上短跑跑道了。我们人类的血液加在一块儿，也不过能装满一脸盆，而蓝鲸浑身的血液加在一起足有8吨重。这么大的块头，胃口一定不小吧？光是蓝鲸的舌头就有2.7吨重，上面可以站50个人。如果在浩瀚的海洋里全部伸展开来，一口气就能摄取90吨重的鱼类和海水。别看长了张血盆大口，蓝鲸却从不攻击大型海洋生物，海豚、海豹、虎鲸都不是它的食物，甚至虎鲸还会集体发起对蓝鲸的攻击。蓝鲸最爱吃的食物是体长不到15厘米的磷虾，这是因为它们的喉咙构造无法吞食比沙滩排球更宽的物体。蓝鲸一天要捕食约5000公斤的磷虾，所以它们总是在能找到的最密集的磷虾群中觅食，有时需要下潜到超过100米深度的海域去捕食，到了夜晚才来到水面上休息。蓝鲸是海洋中的庞然大物，那确实不假。可对于地球上有史以来的最大生物，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异岁双腔龙才是名副其实。据说这种生物体长能到40到60米，重达122吨。当然也只是据说而已，毕竟谁也没有见过这种生物，甚至对于它的化石是否存在也存在争议。1877年12月，美国古生物学家及解剖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在美国的科罗拉多考古时，发现了一块巨大但并不完整的脊椎骨化石，高度约1.5米。当时他如获珍宝，心想这么个大家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生物了。然而就是这么一块巨大的化石，居然在不久之后神秘丢失。现在唯一能证明这种生物存在的证据，就只剩下一些插图和文字记录。关于化石骨头的遗失，古生物界是众说纷纭。其中有学者就说了，这骨头压根儿就不是丢失的，而是被人为损坏了。由于化石骨头的神经功非常易碎，而以当时的技术根本就没办法使骨头硬化，也没办法保存，只好对外宣称化石弄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插图里只有一个视角图，而不是一般科考中的多个视图。也有科学家不以为然，化石丢了再找就完了，所以他们来到了挖掘出异岁双强龙的原有石矿，想使用雷达探测的方法找出地下是否还藏有骨头。然而最终尝试失败，有地质专家指出，藏有化石的地层已受到严重侵蚀，想要再找到新的化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了。原来的化石丢失，新的又没找到，无论这名叫科普的考古人怎么描绘异岁双强龙的巨大体型，也终究给人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缺乏有力的科学根据。况且它的体型也仅仅是通过有限的化石来还原，缺乏可信度。拿想象中的生物去和人们都能亲眼见到的蓝鲸相比，毕竟还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不免令我们感到疑惑，蓝鲸为什么能长这么大？体型如此巨大的动物几乎都灭绝了，为什么蓝鲸能存活下来？首先要说明的是，它们并不是起源于同一时期。恐龙生活在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而蓝鲸算上潜入海洋生活，距今也就5000万年，远比恐龙要晚得多。为什么要说潜入海洋生活呢？因为在5000万年以前，它们还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一种大型哺乳动物，长着强壮有力的四肢，以花朵和野草为食。与其叫它们鲸鱼，不如叫大狗更合适一些。由于气候的变化，陆地不再适合它们生存，蓝鲸的祖先也不得不下海谋生。它们花了1000万年的时间，才进化出一种完全能够适应水生生活的体态。从最早看起来像是水獭的形态，逐渐将四肢进化成鳍。为了适应海水的压力，体型也越长越大。关于它们变胖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蓝鲸下海后发现这里没有自己喜欢吃的花草，为了活下去，就只好开始吃肉了。
但是当他一口吞下一群磷虾的时候，才发现味道是真香啊。不过在这个捕食过程中，蓝鲸每次都要进行一次猛冲，这会消耗它很多的能量，但也急剧增加了它的吞咽量，消耗的能量就越多，吃的自然也就多了。在这种反复的运动和进食中，蓝鲸的体型自然就变大了。那为什么连恐龙都灭绝了，而蓝鲸却能存活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恐龙究竟是怎么灭绝的。目前科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源于一颗陨石的撞击。这颗陨石被科学家们称为希克苏鲁伯陨石，于6600万年前和地球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它这一接触不要紧，却导致全世界尘埃满天，酸雨盖地，各种洪荒之力咆哮翻涌。地球上75%的生物在这颗陨石的撞击下一扫而光。体型较大的恐龙很容易成为天灾的目标，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恐龙则因为食物匮乏最终灭绝。不过此时别说是蓝鲸了，连他们的祖先都还没有出现，可以说是逃过一劫。当然也有可能是恐龙的灭绝让蓝鲸的祖先没有了天敌，加上是食草动物，所以它们能够在陆地上大量繁殖，直到下海后一直繁衍至今。不过作为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生物，蓝鲸遭到了人类的惦记。你可别以为人类捕杀鲸鱼仅仅是为了吃肉，大部分捕鲸活动都是为了收集鲸鱼的脂肪。由于体型庞大，一头成年蓝鲸身上就能提取重达50吨的鲸脂，而这些脂肪会被进一步加工提炼成精油，用于肥皂、皮革和化妆品的生产。从上世纪中期到70年代不到20年的时间里，至少有超过38万只蓝鲸遭到人类的捕杀，这其中尤其以日本、挪威、韩国、加拿大等7国的捕杀活动最为泛滥。到如今，蓝鲸整体的数量已不足原本的1%。如果我们人类不能停止杀戮，不能有效地保护蓝鲸赖以生存的海洋，或许有一天它们也会和恐龙一样，从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那将是整个世界无法弥补的遗憾。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